我叫苏木。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人族已经灭亡了。这是谁弄出来的恶作剧？不然怎么会出现我的名字？还有人族灭亡这种无稽之谈？10年前的我啊，想必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的第一反应，一定是以为这是谁弄出来作弄你的恶作剧。但是不要急，我会用3件事情证明我就是你，未来的你。这个时间点，你应该还处于觉醒天赋的前夕。第一件事情，你其实暗恋过你邻居家的姐姐顾妍希。第二件事情，有一次跑到邻居家看电视，你父母到处找你，所以是你为了不让父母找到，会偷装出没有人的样子。可是你后来才知道，你外公在那天下午突发恶疾。自那之后，你便再也没有看过电视了。第3件事情，在我说完之后，你应该对我就是未来的你没有什么怀疑了。你说对吗？苏，冉冉升起的人族第8圣，还未崛起的局势天才，未来人族守护神木。要是先看的这第3件事，估计都不用看前面2件事就可以确定，留下这本日记本的绝对是未来的自己。不过在确定了这本日记本是未来的自己留下的时候，那么也代表了一件事情，人族将会在未来灭亡。一定要杀死宁烨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木儿，快洗手吃饭。今天你妈用黑毛猪的肉给你做了红烧肉，本来我是说嘛，等你明天觉醒了天赋再做给你吃，帮你提升气血。拗不过你妈，非得先给你做点尝尝鲜。根据日记本上的内容，未来的自己在日记本上设置了条件，只有到了特定的时候，又或者有了足够的实力，日记本上的一些内容才会出现。根据日记本上所说，下一页的内容会在自己觉醒天赋前的12小时显示，也就是今晚12点。闹钟的时针此刻已经指到了11点59分，眼看时间差不多了。天赋觉醒之后，一定要马上死在陈斌的手里。怎么样？看到这句话，一下子吓了一大跳吧？不过我并没有在和你开玩笑。接下来听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明天中午12点，你们会开始觉醒天赋，而你将觉醒一个史无前例的 EX 级天赋。EX 级天赋，人族从未有过 EX 级天赋的人出现，甚至万族当中都两户了几。所以人族这边 EX 级天赋极其强大，每一个拥有 EX 级天赋的人，不出意外，都会成为绝对的强者。不过，你的 EX 级天赋又一度被称为是最废的 EX 级天赋，因为你的 EX 级天赋是死后复制，人都死了，你就算复制了对方的天赋又能够怎么样？不过，既然未来的自己这么说了，肯定有办法。陈斌会在明天觉醒天赋的时候，觉醒一个 SS 级天赋，死亡回到12小时，死亡回到12小时，也就是可以在死亡之后回到12个小时之前的时空。而当离你的死后复制遇上死亡回到12小时，会有什么变化？死后复制加上死亡回到12小时，我的天赋是死后能够复制杀死自己的人的天赋。若是再加上一个死亡回档12小时，那就是说每一次死亡都可以复制对方的一个天赋，并且回档到12小时之前，我可以无限复制跳。第一步，你要确保你自己一定要死在陈斌的手里，只能是死在他的手里。如果死在其他的人手里，那么你就真的死了。怎么样？想必你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心态吧。不过我了解我自己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，我是不介意去冒险的，所以我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。做完第一步之后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武道历11129年，陈斌成为9星之一。同年7月，陈斌杀死9星其他8人，偷取人族在万族战场东部战区规划布防图，叛逃人族。一定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背叛人族吧？我也问过他一样的问题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？他说他在万族战场上遇到一个人之后，便意识到万族有这样的人存在，人族是不可能胜利的，与其跟着人族注定会失败，倒不如趁早弃暗投明。很奇怪吧？到底是什么人，让他这种强者都害怕到做了人族的叛徒？我大概知道一点，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我可以肯定，如果说人族还有人能够打败那个人的话，那么一定是你。说了这么多，也该回归正题了。如果你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的话，那么就要立马开始按照我所说的着手第2步了。在陈斌觉醒天赋之前，杀了陈斌。马上就要觉醒天赋了，木哥，你激动不？
激动倒不激动，紧张有点。不好意思，方林同学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方便借你的手机发个短信给家里人吗？我有东西落在家里了，想麻烦家里人送来。哦，好的。玲玲，苏木刚刚找你干嘛？我听见了，好像是问玲玲借手机。嘻嘻，真是奇怪啊，为什么偏偏不和我们借手机？就是说啊，怎么不问我们借手机哦？同学，觉醒好了就快些出去吧。玲玲，我来了，你人呢？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啊？本身武道就已经得意了，没想到现在情场也要迎来大丰收了。啊！苏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玲玲她人呢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觉醒的天赋是死亡回掌12小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觉醒了 SS 级天赋，我还知道你之所以会来我们这边，是因为你在原来的地方躁狂症发作，伤害了别人。虽然你在你家里的帮助下逃脱了武者律的制裁，但是你觉得你真的逃得了吗？你放屁！你逃不掉的。我会向所有人揭露你的行为，包括你的天赋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会被人人唾弃。你找死！叫嚣有什么用？你不过是个只会逃避的懦夫，没有你的家庭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就你这样的人，方玲一辈子都不会喜欢。这狂乱香发作的时间还真是长啊！狂乱香，气味香甜，普通人闻了可以加快血液循环，短暂的提升攻击力。若是躁狂症的患者闻了，则会让其丧失理智。1毫升3000块钱，小小的一瓶狂乱香，就花了我存了10多年的压岁钱。好在效果还算不错。我复制了陈斌的 SSS 级天赋。6月7日凌晨1点07分，我觉醒天赋的日子是6月7日的中午12点，再加上觉醒天赋损耗的时间，我在小树林等待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我真的回倒到了死亡前的12个小时。好累，这就是使用死亡回端12小时的副作用吗？对我的精神力会有一定的损耗。我还隐约能够记得死亡时那种剧烈的疼痛感，仿佛全身的力量都在逐渐消失一般。那就是死亡的感觉吗？如果你能够顺利看到这句话，那么说明你已经根据我提供的信息成功被陈斌梯杀死，并且复制到了陈斌的天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该开始执行第2步，在陈斌觉醒天赋之前杀了他。你也知道，陈斌的天赋是死亡回荡12小时，如果他觉醒了天赋再杀他，那么他就很难杀死了。所以要杀他，必须要在他觉醒天赋之前。外异教也叫异教，里面有很多对人族虎视眈眈的异族。明天估计就见不到陈斌了。方才我所采取的方式，根据日记本上所说的，乃是异族一种极其隐秘的联络，只有异族的才会知晓。根据日记本上所说，等明天不是今天白天，自己再次觉醒天赋之后，下一页才会开启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自己再次觉醒的时候，应该会觉醒2个天赋。所有5班的同学，我有点事情要说。木哥，你说老班他要说啥事啊？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大好的样子。不清楚，估计是有关天赋方面的事情吧。同学，觉醒好了就快些出去吧。你们说，老班会不会是要给我们传授一些特别的炼体术，或是呼吸法杀什么的？要是老班可以给我们开个小灶就好了。
你要真想要好点的炼体术和呼吸法，最好让人家花点钱去市场上买点去，也就10几20万。聊偏了不是？咱们不是讨论老班吗？我倒是有个发现。怎么说？你们没发现今天觉醒天赋的时候，陈斌没来吗？就在刚刚，我得到消息，约陈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遭遇了拜一教的袭击，不幸日逝。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。陈斌同学的事情，大家都很遗憾，但是遗憾归遗憾，往事不可追，来世犹可见。我要嘱咐你们的是，除了要时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攻打过来的万族，还要时刻警惕隐藏在我们人族内部的叛徒。各位，我希望大家记住，一些让大家注意安全的建议，只能帮助你们降低遇到危险的可能，真正能够帮助到你们的，只有你们自己的实力。好了，话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，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明天大家会进行第1次气血值测试，不要迟到了。木哥，去上网不？嘿，好不容易觉醒了天赋，放松一下。不了，我着急回家，先走了哈。恭喜你，10年前的我自己。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说明前面的计划你已经全部完成了。现在你的身上应该有着2种天赋，而且你也不再有后顾之忧。相信我，接下来就是你武道之路的崛起。相信你也看到我放在这一页的虫子，你应该感谢这只虫子的特殊。这只虫子乃是智慧虫。你现在阅历还少，恐怕不知道智慧虫是什么。那么我就给你简单介绍一下。智慧虫族乃是万族之中一个极其神奇的种族，他们这一族每一代都只有一个，每一个都会觉醒相同的 SSS 级天赋，而他们这一族的传承方式，依靠的就是这相同 SS 级天赋智慧之书。一代的智慧虫族所觉醒的智慧之书中，都会包含之前每一代智慧虫族智慧之书所积攒下来的记忆。可以说，他的智慧之书几乎囊括了这无数年来万族和人族觉醒过的所有天赋。这只智慧虫乃是人族足足损失无数强者才获得的。我将它送来，就是为了让你获得智慧虫族的智慧之书。在得到了这只智慧虫族之后，我便培养了它许久。现在它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慢性毒素，12个小时后被它咬中的人便会身亡。除此之外，我对它的智慧之书天赋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和限制，你必须达到一定实力才能看见。相信你会喜欢我的改造的。对了，获得智慧之书之后，这只智慧虫就可以弄死它的尸体，你可以用来做点提升自己的实力的药剂什么的。下一次，等你考上龙津武道大，再来打开这本日记本吧。丁，超级智脑深蓝，竭诚为您服务。什么情况？莫非这就是他的改造？你有什么能力？深蓝脱胎于 SSS 级天赋智慧之书，同时拥有智慧虫族无数年的记忆和后来储传进来的无数人族的资料。接下来为您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能力。1、鉴定分析，您可以将深蓝当作是近乎无所不知的万物图鉴。2、优化简化，根据你不同时期的身体数据，优化您的修炼方式，优化您的武技和战斗方式等等。3、深蓝可以用最为简单的数据化显示的方式，展示您的身体数据，提示您的天赋复制情况，帮助您更好的修炼等等。这深蓝不就是我在小说里面看到过的金手指系统吗？未来的自己直接把智慧之书这个天赋变成了系统。未来的自己究竟在未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又拥有什么样的神奇能力？不仅能够弄到智慧虫，还能够将智慧虫的天赋进行改造。好强！仅仅是第一次运用这先天胎息法呼吸，就感觉到一片清明，大脑一下子清晰了起来。这万族炼体术，是属于那种不同阶段根据不同人情况的不同，来学习万族中各个自王道的长处而创出的炼体术。仅仅是修炼了1次万族炼体术，气血值就从原先的 0.72 一下子蹦到了 4.13， 足足提升了3点多。虽然可能因为是第一次修炼，提升的比较大，但是也足以证明这万族炼体术的强大之处。呼，木哥，你昨天修炼了吗？我昨晚第一次修炼，可累死我了。确实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才勉强恢复了些。不过有一说一，
精神上疲惫，但是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。等一下去训练馆，开始检测气血值。气血值超过0.8的似乎都寥寥无几，最高的芳龄也才0.91，不过也正常。我这里只是一个普通地方，不过不知道他们要是知道我的气血值是4.13会有什么反应。所有人安静！夜行人主要负责对付拜异教以及恶徒，怎么会出现在训练馆？3万多的气血值，3境武者中期，这可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最强者了。木哥，这个夜行人姐姐好漂亮啊，要是能够娶回家当老婆就好了。你要把她娶回家，你俩吵架了，她能把你打出屎来。真的假的？木哥你别吓我，这位夜行人姐姐看上去不像是那么暴力的人啊。暴力不暴力不知道，强是真的强。各位同学，我是第3安全区夜行人第1番队夏如，现在怀疑你们当中混入了一个重伤在逃的拜异教徒，所以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。拜异教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大家的安全的。现在，请所有人按照顺序依次离开训练馆，一个一个排好队，不要乱，以免给拜异教可乘之机。大家按照之前在课上学习的内容，依次排好队，不要担心，夜行人会保护我们的。木哥，第一次遭遇这种场景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兴奋？你是真不怕死。拜异教的人心狠手辣，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。我实力强大了，非要把蛀虫都给弄死不可。木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嘛，自然是上前线了。只有解决万族，我们人族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。木哥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也要上前线。木哥，你们怕是上不了前线了。厉风，放开他！夏队长，你当我傻是不是？放开他，死的不就是我了吗？这小丫头初次气血值就有0.91，这资质死在我手里，是不是有些可惜呀？我这条烂命换个天才，算是够本了。放开他，我可以让你走。就喜欢夏队长你这样的聪明人。马上就要觉醒天赋了，木哥，你激动不？木哥，去上网不？木哥，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臭小子，你找死！这位同学，丁，你已被拜异教徒厉风杀死，复制成功，恭喜获得 A 级天赋改头换面。改头换面这个天赋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、身形、气息和气血变动。头好痛，时间现在已经回到了测试气血前的12个小时，该怎么阻止那个家伙救下老黎呢？该如何去改变呢？深蓝，你能够找出那名拜异教教师的位置吗？可以的，主人，我可以通过分析他人的表情行为判断出谁是隐藏的拜异教徒。那名拜异徒的位置就在您的前方第3个，他已经用 A 级天赋改头换面变成了张韵，隐藏在了队伍当中。现在怀疑你们当中混入了一个重伤在逃的拜异教徒，所以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。木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嘛，自然是上前线了。只有解决万族，我们人族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。木哥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也要上前线。主人，快往前扑，他要攻击了！小心！
夏队长，你当我傻是不是？放开他，死的不就是我了吗？大叔，打个商量，用我来交换你手里的那个女孩，怎么样？大叔，你挟持她，无非是因为她是目前检测出来契约值最高的人，价值最高。夏队长他最容易妥协。同时，如果你真的逃不出去了，杀了他也算是够本。知道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拿我来交换你手里的那个女孩，应该是更好的选择。气血值4.13。我警告你，臭小子，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，不然我可不保证这女孩的安全。放心，只要你不耍花招，我也不会搞小动作。臭小子，现在落在我手里，你可逃不掉了。夏队长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，想必不需要我来提醒你吧？厉风，只要你放过他，我亲自安排人将你送到万族战场上，让你逃往万族的领地，如何？哼，少来！接下来一切都听从我的安排。主人，软骨迷香发作了。夏队长，动手！同学，你没事吧？这是软骨迷香，难怪方才他的战刃居然会被你推开。大家散开一些，苏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木哥，从今以后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要不是你，我怕是都凉了。少说那些漂亮话，赶明儿请我吃顿大餐就行。苏木，谢谢你，刚才要不是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苏木，你背后的伤没事吗？要不我帮你包扎一下伤口吧。没事，都是小伤而已。习武之人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倒是你，没吓坏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，你的恩情我一定会记住的。不用那么客气。我有点事儿，回头再和你们聊哈。怎么了，苏木同学？是这样的，夏队长，我注意到刚才那个拜异教教徒是变成了我们班同学张俊的样子。难得你细心，还注意到了这个细节。放心吧，我的队友刚刚已经在厕所发现了昏迷的张俊同。昏迷了吗？很疑惑，为什么新属来拜异教教徒只是将你同学打晕过去是吧？那是我们夜行人培育的闻尸犬，能够闻到一定范围内尸体的味道，哪怕是刚死不到半分钟。那个拜异教教徒显然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就没有杀死你同学。我们在追捕拜异教徒和一些凶徒的时候，带上闻尸犬，只要他们想要顺利逃脱，就势必不敢随便对普通民众下杀手，不然立马就会被闻尸犬察觉，位置自然也就暴露了。说来苏木，我这里也有几个问题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解答一下？夏队长，您说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何会随身携带软骨迷香？我看你的穿着，家里面应该不算富裕才是，怎么会花钱去买对修炼没什么用的软骨迷香？你也知道我家庭不算富裕，本来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够自己买些药材，配置一些气血药品，结果误打误撞配置出了类似软骨迷香的东西。本来我是想着到市场上卖点钱什么的，没想到正好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，就把那东西给用了。看不出来，苏木同学，你不仅在武道上拥有如此高的天赋，在药剂研究方面也如此有天赋。不过自己私自配置的药品还是不要滥吃比较好。这样，这一次抓捕拜异教粪徒，苏木同学，你可以说是居功至伟，我会上报上面，争取给你申请一个见义勇为奖。见义为奖？夏队长，方便问一下奖金有多少吗？一般来说，见义为奖也是有等级的。你这种情况，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你申请一个2等的，大概能有个15万的样子。15万？那就麻烦夏队长您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别叫我夏队长那么生分了。不介意的话，我应该比你大个几岁，你就叫我如姐吧。以你的资质，想要考进大夏顶尖的武道大学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回头暑假实习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加入咱们第3安全区的夜行人，到时候我亲自带你。到时候我一定认真考虑。对了，我觉得你在药剂研究方面可能有点天赋，你可以考虑加入咱们大夏的研究员工会。研究员工会有个专门的论坛，上面可以上传一些自己私人配置研究出来的药剂配方，如果上传通过，
你也会得到相应的收益。上传药剂配方吗？除了药剂配方之外，研究员论坛上还会有人上传炼体术、呼吸法，还有一些武技之类的，价格会比市场上便宜很多。还可以上传炼体术和呼吸法吗？我知道了，如姐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如姐。呼，先去药店买点配置气血的药材。深蓝的数据库里面有着大量的药剂配方，配合一些药材，可以配置一些气血药品，成本方面能够下降许多不说，效果估计也比市面上的那些气血药品要好上许多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我今天不是进行气血测试了吗？妈，你猜我的气血值有多少多少？4.13。4.13，木儿，你没骗妈吧？4.13，你第一次气血值测试的结果，你昨天才刚刚觉醒啊！哥，4.13很高吗？让你平常不好好学习吧。那木儿，你可别省啊！要买气血药品就和妈说，或者自己去拿钱，你也必知道放在哪儿，用了和妈说声就行，千万不要舍不得。知道了，妈。你看我是那种不知道轻重的人吗？放心吧。行，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白天夏如说的研究员工会，我有深蓝，是不是可以去上面看看能不能赚些钱？如果说我用深蓝尽足可能回答万族板块的问题，然后再发布大量药剂配方和武技什么的，会发生什么？救世主大佬4级了，救世主大佬5级了！天哪，我这是见证了一个神话的诞生吗？我不过是出去吃了个饭，回来救世主大佬就9级了，整个人族的9级研究生也只有那么寥寥几个吧？苏研究员，我是研究员工会最高密卫，奉命来带您和您的家人转移到第9安全区的中心龙城。苏研究员，你们找错了吧？您就是苏研究员的父亲苏大山先生吧？我是。你是在叫我？苏研究员，事不宜迟，请赶快带着您的家人和我们一同赶往第9安全区吧。不瞒您说，以您的身份，您和您的家属在第3安全区并不安全。为什么突然要把我和我的家人带去中心龙城啊？是这样子的，苏研究员，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以您目前的重要程度，待在第3安全区是很不安全的。其实不只是第3安全区，整个人族的各个安全区其实都不安全。近些年来，拜异教在各个安全区越发活跃了起来，不少刚刚觉醒天赋的天才就被拜异教的教徒暗杀了。目前大夏最安全的地方，恐怕就只剩下了中心龙城了。苏研究员，以您的级别，一些事情我也就没有瞒着您的必要了。据我所知，目前人族内部有问题。移席，苏研究员，我护送您先到附近的安全地点。9级研究员还这么年轻，怕是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天赋吧？难怪下面那群人不惜请我亲自出手。8境武者，人族后方居然还隐藏着你这样的叛徒！一个7境武者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阻挡我一个8境武者？好！绝命针打了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实力，不过10分钟之后必死。这么拼命，为了这人族，值得吗？有意思，7境后期，这绝命针还真好用啊！藏头露尾之辈，敢不敢报出你的名号来？你爷爷我从来不杀无名之辈。想套出我的名字吗？我都隐藏相貌过来了，你觉得我会轻易泄露自己的身份吗？终究还是实力差了些，要和我打，让叶枫过来吧。现在也该结束这一切了。
跑！快跑！抱歉。好，他跑得掉吗？我会杀了你的，一定会杀了我！你凭什么杀了我？好了，那群人估计也快赶到了，希望他们看到你们的时候不会太难过。丁，你已被人族叛徒杀死，复制成功，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剑心通庭。丁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，在剑道方面修炼速度提升100倍，领悟能力提升100倍，武技威力提升100倍。还是要低调点发育，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了。这次先从0级研究员，花费几天的时间提升到1级研究员，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吧。先上传壮骨养肌散和蛮牛炼体术这2个比较基础的，不知道这2个能够给我带来多少收益。接下来配置之后修炼要用到的资源，该提升一下自身的实力了。开始修炼吧！终于踏入一境武者了。有了这份收益，我可以买更多药材来提升修为了，还可以给家里换一套大房子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辛苦了这么久，现在到我来照顾你们了。尊敬的救世主研究员，我是丹峰制药公司的药方授权谈判员，想和您谈一谈合作的事情。你好。您好，救世者研究员，总算是联系上您了。我是丹峰制药公司的药方授权谈判员，我叫顾倩。是这样子的，救世者先生，我们丹峰制药公司对您发布的壮骨养肌散的药剂配方很感兴趣，请问您有异地将药剂配方授权出去吗？我们可以付您一大笔的授权费。放心，我们丹峰制药公司所能够付出的价码，绝对都是市面上最高的。你们能够给出什么样的价钱？可以，那找个时间地点详谈吧。好的。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？后天吧。至于地点，就在第7大道那家兰亭咖啡馆吧。好的，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。苏木同学，这个给你，这是我爸妈让我拿给你的谢礼。谢礼，感谢你救了我，这是一点心意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本来老早就想感谢你了，可是为什么我企鹅上面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，你都不回啊？我怕贸然去你家打扰你，所以才拖到了今天才送给你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登录过企鹅了，抱歉啊，都是同学，没必要这么客气的。这样啊，只要不是故意不回我就好啦。那你平常喜欢用什么联系方式啊？方便给我一个你的手机号吗？那你记一下吧。那我就先走啦。你们说苏木1个月过去了，气血值提升了多少？我觉得至少有40-50吧。那个李明初次气血值才0.8，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。苏木当初4.13，现在没有个40-50，说不过去吧？老姜，你说你这个苏木这次气血值测试能有多少啊？该不会有60-70吧？60-70？那太夸张了。那5个月后，岂不是都要达到1境武者了？我记得去年最厉害也才康1境武者啊。好了，你们别瞎猜了，安心看就好了。101.75。木哥牛批！牛批！苏木牛批！木哥，你也太牛批了！以后你这个大腿我抱定了。少来，我不好这口。苏木同学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以后我有修炼上的问题可以问你吗？当然，都是同学，不用那么客气。
对了，方玲同学，苏木你送的同学，这也就是我的一片心意，而且那里面的东西也不算特别贵重，你要真的不喜欢就丢了，反正送给你了，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对了，苏木同学，咱们应该也算朋友了吧？以后不要那么生分了，叫小芳玲或者玲玲就好啦。那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方玲吧，你也叫我苏木就行。好，你现在有事吗？没事的话跟我过来，老校那边有些事情想找你聊一下。老校有点事情找我。好的。不知道柳河平常有没有和你说过，天才训练营？训练营有所耳闻，不过了解的不多。在训练营中获得优异表现的人，可以获得5大的资源扶持和各种优待条件。在训练营中获得优异表现的人，可以获得5大的资源扶持和各种优待条件。不过进入其中也要做好准备，它拥有极高的淘汰率。传说最严厉的一期，足足有3/4的成员被淘汰，而且还有一定几率会死亡，因为里面接触到的都是万族战场上的异族，跟你在猎场见到的不同，他们是真正上过战场的，能力极强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上报名额，要不要参加？你考虑好这星期找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参加。我想参加龙津5大的训练营。不用这么快决定，龙津5大是所有训练营里淘汰率最高的。你确定你不和家里人商量商量，仔细考虑考虑？我已经考虑好了，就去龙津5大的训练营。还请您帮我上报。好，把表格填一下，签个名。开营时间在1个月后，这1个月你好好修炼。你现在是1境武者，可以修炼武技了。我这边的武技随时借鉴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一下你。你说，如果能够为你提供便利的，我一定尽全力帮你。我该正式开始修炼武技了，但单纯和武馆的人对练提升效果不大好，所以我想去异族猎场。没问题，正好为天才训练营做准备。有武馆保护，也不会遇到太大危险。我马上帮你写一封推荐信。关于哪个武馆，你有意向吗？烈火武馆。木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蓝天网吧双人包间，今天咱们去通宵好好庆祝一下你踏入1境武者，费用我全包了。你以为我找你是去上网啊？少通宵，伤气血。还有5个月就高考了，你就一点也不急吗？当然急喽，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呀。等我一下。里面是一门炼体术，一门呼吸法，还有一个药剂配方。炼体术和呼吸法应该比你目前修炼的要好上许多。至于说药剂配方，名为壮骨养肌散，气血提升的效果是补血散的3倍，但是配置成本只有1000块钱。木哥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？这可是触犯武者律的，可不心干啊！放心吧，这上面的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，你就当做是我创的，你自己一个人用没什么问题，赶紧收下吧。你拿着用就是，好好修炼。木哥，你就是我的亲哥！欢迎大家来到猎场。这里我最后提醒一下，就算是异族猎场，那也不是完全安全的。如果遇到了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麻烦，随时通过手环开启呼救模式。真要是死在猎场上面，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。另外，从猎场获取的异族，我们要收取30%的费用。小子，看你年纪轻轻就成了武者，天赋资质挺不错吧？这猎场异族威力不俗，甚至有精神类天赋的。你一个人探索实在不安全，要不加入我们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多谢大叔你的好意了，不过我还是想一个人先试试。哥，让别乱发善心吧，人家还不领情呢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带上一个拖油瓶。果然，人族后方空气中的能量和万族战场无法比。这仅仅是距离战场较近就有如此提升，若真身处万族战场，恐怕效果还会更好。这个痕迹应该是尖牙鼠的。种族尖牙鼠族，气血值100到200，天赋 A 级咬食断筋，习性生活在异族猎场，弱点眼睛。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？
以我现如今的实力，恐怕面对1境后期的异族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吧。给我足够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够超越之前杀死我那个8境叛徒。怎么会这样？快跑！拖油瓶，别发呆了！快把跑远了之后，立马按下求救按钮！快跑！该死的异族！快跑！有精神类天赋。精神类天赋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我一定要弄到手。啊！种族赤尾狐族，气血值795，异境武者后期，天赋 A 级精神蛊惑，弱点脖子。丁，你已被赤尾狐杀死，复制成功，恭喜获得 A 级天赋情护，精神蛊惑。A 级天赋精神蛊惑，通过声波或是目光等方式，短时间内操控对方的一定行为，操控时间长短和精神力有关。气血值101.75，新增测定，精神力11.52。注：普通人平均值为0.5。精神力提升了，之前一直因为精神不够，无法修炼神魔关霄法，现在可以尝试修炼了。精神力重构完毕，当前数值31.85。精神力，这是我最强的隐藏打牌，关键是时刻绝对能造成意想不到的致命一击。现在最起码可以回档50次了，我得去多回档几次，弄些天赋回来，不能埋没我的 EX 天赋。死亡回档第7次，气血值101.75，精神力41.52，天赋新增真视之眼、治愈之光、超强五感、赤炎血脉及多项 B 级天赋。那只赤尾狐，我们之间的账该算一算了。小子，看你年纪轻轻就成了武者，要不加入我们，互相有个照应。猎场里可有精神类异族，危险得很。多谢大叔你的好意了，不过我还是想一个人先试试。哥，让别乱发善心吧，人家还不领情呢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带上一个拖油瓶。当前已载入 B 级天赋风系操控、木系操控、精神强化。A 级天赋真视之眼，真视之眼可直接看破 S 级以下的天赋，不仅提高副效率，更能料敌先机，当死则死。哥，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？莫非今天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高静，等会儿我帮你突围，你趁机跑出去。哥，那里怎么了？那是一个人。小兄弟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找到你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敢班门弄斧！破！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，恐怕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面了。我送你们出去吧。方便吗，小熊子？这回实在是谢谢你了。若不是你，我们恐怕就要葬身于此了。高静，快来和救命恩人道谢。谢谢你。都是人族同胞，别人遇到也会伸出援手的。谁能想到这里居然出现了一只精神类天赋的赤尾狐？我身上也没太值钱的，这是拍卖得来的虎血丹，你一定不要嫌弃。高大哥，这太贵重了。贵重个屁！能有我和我妹的命贵重吗？你要不收，我们兄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你
你就收下吧。行，拿了胡血丹，待会儿赤尾狐的钱我就不要了。走吧，正好我也准备回去了。你们的手环看样子坏了，留在这儿不大安全。他才18岁啊，刚觉醒天赋，踏入武道绝对不超过2个月，就拥有一境后期的恐怖实力。此事要烂在肚子里，若被拜一图发现，绝对除之而后快。一旦进武大，就没人能压制他了。您就是救世主先生？很意外吗？的确没有想到，能创作出壮骨养肌散配方的人，居然是一个这么年轻的。数值基本符合，我代表公司报价450万，满意的话立马签合同，到时候麻烦您将论坛配方下架。450万吗？顾小姐，我还有一个更出色的未发布配方，贵公司完全可以买下，宣称自主研发，这对提升公司名气作用不小。救世主先生，方便我拍下来传给公司专业人员鉴定一下吗？请便。不出意外，这个配方加上之前的，这一次我将彻底实现财富自由。鉴定完毕，新配方价值极高，只要全卖给我们，壮骨散授权价提到500万，和新配方不牵连。第一，2000万加下40%利润分成；第二，每年提供1张同等价值新配方；第三，开启内部购药渠道，便宜50%。最高1500万加上30%利润，如果后续未提供相当配方，有权取消利润分成，其余2条没问题。可以，签合同吧。因为权利全授给公司，需额外签保密协议，我们有时需对外宣称是公司研发的。没问题。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1800万，我父母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彻底实现财富自由。1500万，第3安全区中心区域的大别墅。接下来就是将一家人都给接进去了。咋了，儿子？是不是缺钱了？妈去给你拿。不是妈，你们先过来，我有事情和你们说。爸妈，我在第3安全区中心区域买了一套别墅。你这钱哪儿来的？可不能走歪路啊！是啊，小木，你可别吓妈。爸妈，放心吧，是我研究的药方被制药公司买了授权，这是合同。况且我现在成了1境武者，你们接下来好好培养苏阳就行。木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已经踏入了1境武者。1境武者，太好了！我苏家祖坟冒青烟了！下个月去参加龙津武大天才训练营。木儿，这训练营有危险不？放心吧妈，有保护没危险，大不了回来重考。好了，吃好饭收拾东西，准备搬去新家，约好搬家公司了。精神力足以支撑我连续回讲数百次，哪怕是面对2境武者，如今的我也可与之一战。爸妈，明天我就要坐高铁前往第9安全区参加天才训练营了，路上要小心啊，木儿。哥，要是考上龙津伟大，记得带我去学校食堂吃好吃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小姑娘，你也是去第9安全区参加武道集训的，真巧啊！我和我儿子也是。我儿子拿到的那个名额可不一般，只有资质不错的人才要有机会进去。小伙子，你也是去第9安全区的吗？是的。那可太巧了。小伙子，你是去干嘛的啊？该不会也是去参加武道集训的吧？你拿到的是哪边的名额？我不是去参加武道集训的，我是去参加一个训练营。儿子，你待在商务舱不要动，妈马上来找你。训练营和普通集训可不一样。说的越多越麻烦，万一他又问东问西，我还得继续编。他知道训练营，看来也不是普通考生。说的有道理，真没想到坐个高铁还能遇到去参加训练营的人。你好，我叫赵梦，来自第3安全区。你好，苏木，也来自第3安全区。赵梦，第3安全区。记下了，能修炼一会儿是一会儿。这是我儿子吴鹏，一表人才吧？年轻人加个联系方式，都在第9安全区，好互相照应。不麻烦了，第9安全区那么大，到时候未必能够遇到。苏木同学，总算是等到你了，请跟我们来吧，送您前往营区。
梦梦，抱歉啊，学校里面有一点事情，来晚了点儿。现在带你去学校吧。好的，走吧，妍希姐。妍希姐，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估计都进不了这乾隆班。是你自己有实力，可惜我过段时间就要上万族战场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不用报那个补习班了，我可以亲自带你几个月。对了，我在车上遇到个参加龙晶大天才营的男生，被西装男接走了，这得达到什么水平啊？那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，想通过我们学校天才营考核，至少也得5图7重。5图7重，才觉醒2个月啊！据我所知，有个和你同届的已是1境武者，但那是冲着优秀营人去的，不是一个赛道。好好努力。苏木同学，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，祝你好运。同学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听说刚进营就有淘汰考核，组队通过几率大。你好，我叫苏木。苏木，没听说过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天才训练营了。看来我们这一届质量不高啊，还是龙晶放低了标准。讲不准是侥幸混进来的，不过到时候入营考核可半点掺不了假。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使命，而不是理会这些无关紧要的嘲讽。人都到齐了吗？除了姬家小公主，其余人都到齐了。听姬家人说，由他们亲自送往。姬家小公主继承祖上荣光，谨慎些应该的。既然人齐了，便开始吧。人太多了，得少掉一些才好。所有人集合！你们要经历一次入营考核，通过才算是正式一员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！专属考核地有刚从万族战场抓来的异族，手环只记录积分，前10会在天空展示。手环不能保护安全，对付不了就逃，死了白死。别指望有人救。现在叫到名字的人过来领手环和挑选武器，然后上车戴上眼罩，我们会直接带你们到目的地。这保密还真严格，不过难不倒我。我看看他往哪里走。超强无感，开！积分排名，第1名5，第2名5，第10名5。各位，考核开始了，握紧手中的武器，保护好你们自己吧。清寒，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爸只有一个要求，保护好自己。万族一族果然聪明，说什么不救人，我试着死竟被救下淘汰了，幸亏能回档。既然死不了的考核，那就只能大开杀戒，拿下优秀营员了。百米雷展开，锁定一境一族：银背狼、苍青牛蟒、赤眼狂狮。银背狼弱点腰部已标记。那么就开始大开杀戒吧。天哪！激情函20分，光球球18分，他们是怪物吗？我们杀一只才0.1分，这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的？完全是碾压啊！不对，榜单刷新了，第3个武者是谁？居然把方球球挤掉，把姬家小公主压下了。苏木，325积分！小球球，这不就是刚才那个苏木吗？绝对优势踩在了姬家小公主头上。别叫我小球球，他不过运气好，发现了刷分诀窍。走，前面有一只一境钢牙猪。果然比平常的异族强，智商也高，108积分。看来一境级别的异族会进行更详细的积分划定。100多积分，应该足够稳居第1了吧？这一次，我就是为了第1而来的。苏木竟碾压了姬家小公主。她在剑道上天赋极强，
这剑法身法看不出来处，极可能是自创。还有，建议把他的位次排到姬青霞前面吧。您就这么看好他？希望我没看错。8259分，比姬清寒多了近10倍。考核何时结束？考核结束，所有人5分钟内到光束投放的地方集合。就是苏木，杀出的大黑马，太恐怖了！明明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身上全是高阶异族湮灭后的能量残灰，简直是个杀星。姬清寒，一进武者前期，天赋加密层级过高，无法查看。只有未来的我能限制深蓝，他的天赋难道关乎人族命运？苏木，我要挑战你！他的成绩我全程目睹，真实性由我保证。想私下约斗以后有的是时间，现在给我站好！恭喜你们加入训练营，我是丁教官，或者叫我丁阎王。今天回去休息，真正的地狱明天才开始。拜一教，你们怎么会进得来？跑！你们快跑！快去求救！这么多的好苗子，要是今天都死在这里，估计大夏的高层都要心疼的滴血了吧？居然还有个姬家小公主，你要是死在这儿，姬家得疯了吧？救命啊！我就是来会会江湖的，不想死在这儿啊！第9安全区竟被渗透成这样，难怪人族10年后会灭亡。7进武者，这一波死亡回档注定了，必须想办法让回档收益最大化。哈哈哈哈！有个有骨气的，不过就是脑子不好。吵死了！多欺少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和我单挑！放开我弟弟！欺负女人算什么？你走开，别管我！还真是姐弟情深啊！这样吧，跪下求我放过你们，或者加入我们。当然，也可以选挑战我。放开我！好了，现在开始选吧。求求你放过我！我可以加入拜一教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把他们绑起来带回总部培养。还有没有人想求我的？我们很珍惜人才，但耐心有限。看来剩下都是想死的，那就一个个上来送死吧！有没有想上来挑战我的？我来。死一次回到12小时前重置战局。少废话，来吧！又来个找死的顶级天才，我最喜欢虐杀你们了。下一个！可恶！姬家的女娃呀，我还没杀过姬家那些宝贝疙瘩呢。特妈的，老子还没死呢，打别人，害我多受苦。暂停，考核暂停。不能全怪老王，他没料到这孩子会替姬家小公主挡刀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。为同胞牺牲，这品性若能成长起来，绝对是人族注释啊！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醒过来。去请保密精神力部门过来帮忙，我不信他们不卖我面子。见过长老丁教官，麻烦让一下，我要进去陪苏木说话了。长老，您是不知道是不是处于愧疚。自从苏木陷入沉睡之后，姬家小公主便天天都来找苏木说话。姬家这位小公主因为当年的事情，恐怕心里一直有个结。若是苏木能够顺道帮她把这个结给解开了，对她来说也是件好事。叔叔伯伯们牺牲是因为我姓姬，可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也会毫不犹豫挡在我面前？苏木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这是在哪儿？苏木，你醒了！你等一下，我去叫医生过来。这不是有个呼叫器可以直接叫吗？他跑出去干什么？深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在哪里？主人，您昏迷了30天07个小时28分钟，现在正在龙津武道大学第2医院的至尊 VP 病房。这是一场测试吗？怎么搞的？看上去那么逼真。那是一个 ISSS 级天赋甚梦，它可以制造一些十分逼真的幻象。没有特殊的天赋或者是强大的实力，根本无法砍穿甚梦的幻象。不愧是龙津武道大学啊，为了搞场测试还真是下了血本。恭喜，苏先生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观察个2天就可以办理出院了。丁教官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苏木同学，这位是咱们龙津武道大学的现任校长张浩张老。校长您好，叫我张老就了，我也叫你小木好了，显得亲切。张老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张老，我什么时候回去继续训练啊？你先好好休息，回训练营等你身体彻底恢复了。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苏木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是因为我是姬家的人吗？你别误会，我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姬家的人，只是因为咱们是同一个训练营的同伴，哪怕换了一个人，在即将面临那样的危机的时候，我也会挺身而出的。同伴是朋友的意思吗？姑且算是吧，日后大家讲不准还是同学还是战友呢，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朋友之间会为了救对方而付出生命吗？仅仅是因为对方是你的朋友？当然。那苏木，我们是朋友吗？姑且算是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回去修炼了。苏木，你想好了，张老那边都已经准备破格直接将你提为优秀营员了，可是你一旦上了万族战场，那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，一直到训练营结束才能够回来。丁教官，我都没有正式和其他营员竞争过，就这样直接拿一个优秀营员的名额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至于说安全问题方面，丁教官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就算真的在万族战场上出了什么问题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荣幸的事情。作为一名武者，若是能够有幸因为和异族战斗而死，那么将是他最高的荣耀。好，我辈男儿就该像苏木你一样。妈的，想起我们训练营里面那几个刚去没几天就吵着要回来的，老子真他妈的想踹死他们！苏木，我马上就给你安排，明天会有专人送你前往万族战场。另外，你要的资源，回头我亲自去采购。你这样的天才才是人族的希望，绝不能让你吃亏了。那多不好意思，那就谢谢丁教官了。你记住安全的回来。好。你醒了。这里就是万族战场东部战区吗？那是望空塔，瞭望塔是用来观察整个东部战区的状况，同时及时传递信息的。我们马上要到了。小伙子，既然你能够进入天才训练营，至少说明你的天赋应该很不错。好好训练，注意安全。人族的未来还要靠你们这群年轻人呢。我会的。你就是那个新来的营员？是的，你好。我简单讲一下这里的规矩，这是龙津武道大学天才训练营设置的临时营，我是负责人萧林，负辅助你们天才训练营的训练考核任务。在这剩余的时间里，最好多上几次职场，至少保证赚取100点功勋点。最后结营考核的时候，功勋点是最主要的评判标准。苏木，是苏木，他回来了。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了，里面还有空位，自己找个床位把东西放过去就可以了。接下来，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天才训练营的主要训练项目。好，之前说了，考核标准主要是你的功勋点，而功勋点的获取方式分为3种类型：个人、小队和军团。在大型战役当中，获取的功勋点会是平常的2到10倍，其次则是小队和个人，这种是平常东部战区和异族战斗的主要方式。大型战役的发动需要结合各个方面的因素，在万族战场上，人族和异族的战斗更多的是一些小型和中型战役，这种小型和中型战役会由东部战区的各个小队和个人进行执行，还有半个月后会有一次演习，记得参加。而如果加入小队，在小队的一些老兵的帮助下，你可以得到更快的成长，同时小队合作也更加有利于完成一些更艰难的任务。
除非你真的是个人战能力足够强，不然的话，加入一个小队，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。那如果我要选择个人呢？你们这些天才训练营的天才啊，总是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。不过在真正独自完成几次任务之后，大多都又会选择加入小队，这其中有些甚至直接就完成任务的时候死了。人族从来不缺乏天才，但缺乏真正的天才，只有活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天才。该说的我已经说的差不多了，这是你们天才训练营的专属徽章，徽章有自动定位、求救和毒药功能。最后一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如果你真的被万族俘虏了，如果不想受太多的折磨，可以直接喊出徽章背后的密令，徽章就会直接朝你的体内注射强力毒药。佩戴这徽章也是为了方便将你们和一些普通的能力者区分开来。对于你们这些天才，一些优待还是有的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再也怕出现像上次一样死不掉的情况了。该说的我也说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的就看你自己了。第1名方球球，功勋点1622；第2名管杰，功勋点1025；第3名苏木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苏木，你和我之间的约战还没有结束，不过我也不占你便宜，你比我晚来训练营了1个多月，那我就先等你恢复1个月，以你的天赋，想必是够了。1个月后，我们单挑。方球球这个家伙还真是固执啊，说要和自己练练就要和自己练练，看他这架势，恐怕我就算不答应也不行。算了，这个事情之后再说吧，现在该去任务大厅看看了，抓紧提升实力。根据深蓝那边得到的数据，目前我所能够得到的能够激活使用的天赋里面，最适合我的主要有3个，而我想要接取的任务也将定位在拥有着3个天赋的3个种族之中。姓名报给我，然后就可以挑选你要选取的任务了。你们天才训练营的人选取的任务可以最多跨2个等级，一次性最多可以接取3个任务。我叫苏木。3个都是地级任务，一般地级这任务推力实力是在2进5者左右。你如果实力不够的话，最好不要逞强。如果死了，可没有人会就去给你收3个了。行。老李，那小子选的是什么等级的任务？你们可猜错了，他选了3个地级的。3个都是地级的？这小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为了能够追上其他人，他也太拼了吧！这个任务的地点乃是万族战场上一个名为蛇谷的地方，里面有着数十种蛇类异族。我想要找的其中一种特殊属性的天赋，正是出自其中一种名为万毒金环蛇的种族身上。A 级天赋，毒师。蛇谷大概在东部战区以东100里左右。像这种距离比较近的一些区域，一般不会存在一些实力比较强劲的异族，也正好适合一些实力不臻的新兵进行适应和历练。种族黑纹环蛇族，430血值，1进5中千伏中期，地级，毒牙，习性，生活在万族战场蛇谷，弱点7寸。怎么没看到呢？一般来说，万毒金环蛇在蛇类异族当中属于极其特殊的存在，毒性猛烈到甚至自己都会被毒死。在他所处的地方，应该是没有其他蛇类异族的存在的，还是要再往里面走走。果然有，这是蛇佐果，吃了可以大幅度增加气血。这条万毒金环蛇的实力不强，不过实力强不强的有什么所谓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向我贡献出你的天赋吧。哼！获得天赋 A 级天赋毒师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跟着万毒金环蛇走来了，总算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天赋。有了这个天赋，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自己被抓了、限制了行动的问题了。只要意念一动，基本就是必死无疑。有了这个天赋之后的行事完全可以大胆一些。不过还是要再找一个差不多的天赋备用，直接把蛇魔果拿了，然后完成另外2个地级任务之后，回去配置下药品，提升一波实力，尽快将自己的功勋等级提升上去。之所以要尽快提升功勋等级，也是为了第2个进阶式天赋做准备。
该回去了。老李，你说那个小子会不会死在万族战场上啊？不好说，地级任务可不是那么好做的。你们上次不是还为了斩杀一条万毒金环蛇折了一个人吗？那小子就一个人，而且其中一个地级任务目标也是万毒金环蛇，8成就有点危险了。希望这小子及时求救啥的吧，毕竟是个天才。你好，我来交任务。好，3个任务的凭证都在这里了，麻烦帮我登记一下，然后我还要再接取3个任务。3个地级的任务，一共获得了28点功勋点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估计1-2天的时间就可以从 F 级提升到 E 级。麻烦问下，就是这些异族的东西应该到哪里去卖啊？离开任务大厅之后，往北走个300米左右。好的，谢谢了。万毒金环蛇的蛇胆，铁背花虎的牙齿，赤眼黑牛的牛角。没问题，3个任务都没问题。苏木是吧？我马上帮你登记。龙津武道大学那边申请的狐国、熊血什么的都还没有送过来，在此之前，得自己想办法配置一些气血药品。上了万族战场之后，才越发体会到了什么叫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之前虽然刻意学习过万毒金环蛇的一些种族习性，但是等到真正去找寻的时候，还是花费了大半的功夫。从深蓝那里学到的知识固然丰富全面，但是也只有多去实践才能够更好的运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开始刷天赋了。狂风剑法，叠浪剑影，精神蛊惑，赤炎血脉。这样子下去不行啊，周围士兵的天赋都太弱了。要是这样子，就有些白瞎这次会长了。各位，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，我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过意不去的。不过，为了能够刷一波天赋，这应该是最快的一种方法。妈的，B 级天赋亏了。对不起，与所有同胞为敌的罪恶感真让人难以接受。我必须要多复制一些天赋，而能够在战区中尽快引起注意，引来一些强大的人斩杀自己，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强的天赋。走路不长眼睛了！抱歉了，苏木，你为何要背叛人族？方球球，你不是一直想和我一战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杀了你个混蛋！你个杀人狂魔！方球球，你脑子虽然不大好，但是人族有你这样的天赋不错的傻子也算不错。苏木，速速束手就擒！你究竟是受了拜异教什么蛊惑？抓活的！一个耀眼的天才，居然在战区大肆屠杀，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！抓住他，看看他背后究竟是谁！他死了，他自己把自己毒死了。苏木，人族叛徒，龙津武道大学大2学生陆远，请。想不到人族还有你这样的天才，若你不是人族叛徒，我们可能会成为好对手、好朋友。你也是我一直到现在遇到的同境界最强者，明明只是2境中期，实力却远超于此。下次我们再做朋友吧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的手上并没有沾染他们的鲜血。走好。我不是叛徒，我只是需要变得更加强大，拯救人族。我才不是叛徒啊！深蓝，你说这样子下去，我会不会崩溃？主人，您的精神力足够强大，哪怕比这痛苦10倍的事情，您也能够承受。不过建议您可以尝试寻找一个删除记忆的天赋，那样应该可以有效缓解您的痛苦。到时候再说吧。这些记忆，何尝不是在提醒我，快点提升自己的实力？气血值似乎是因为之前回场了将近50次的缘故，一进武者后期精神力的提升一样迅猛。精神力865.58，一进武者后期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到时候讲不准精神力还有可能比气血值要先一步踏入2境武者的程度。不过目前精神力貌似还不能主动的进行攻击，除了借助天赋之外，
貌似自身并没有什么攻击手段。关于这一点，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参考。现在需要多接一些地级任务，提升一下在训练营里面的等级，然后再去把剩余的2个核心天赋补齐。功勋等级 E 级，可接度任务上限 C 级。这种类型的天赋至少还需要2种天赋，其一乃是来自一个叫血狂猫的种族，这个种族又有名为燃命狂化的 A 级天赋，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气血值暴涨。不过暴涨的时间一旦过去，身体就会立刻失去机能。另外一个牺牲式的天赋是在一种名叫生死虫的种族身上，这个种族只有一个天赋，就是 S 级天赋生死子母气，可以在自己或者其他生物的身上烙印子气和母气，母气者身死，则子气者必亡。哪怕动用治疗类型的天赋都无可救药，只要将这3个天赋安排好，之后就不会再被限制回档了。限制我的行为，直接毒尸；敌人想活捉我，直接燃命狂化；敌人将我打昏迷了，等个几个小时，甚至是12个小时，直接跟着朝夕虫一起死。而且最后的一个生死子母气，除了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也可以用在别人的子母气，甚至可以将一些异族纳为己用，或者是策反一些拜异教。而挑选的这2个种族相关任务，基本上都是 C 级任务。这也是为什么想着提升到E级后再来接取任务的原因。A 级天赋燃命狂化已复制。总算找到了生死虫。目标确认，生死虫。危险特征：接触型剧毒能量，建议避免直接触碰。S 级天赋生死子母气已复制。该回去交任务了。丛将军，有了你的帮助，想必这一次的行动定然会相当顺利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看来有只小老鼠混了进来啊！丛将军，是你们人族的小老鼠呢？不妙！身体动不了，还能看见，也还能听见，但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。毒尸天赋发动。真是麻烦你了，丛将军，我尊你。丛将军，丛将军，我对于东部战区的了解不多。深蓝，你知道东部战区有位姓丛的将军吗？主人，我的信息库里面没有这方面的信息。不过无论是那个丛将军，还是那只人面虫，实力都是相当强悍的。想要在他们2个的眼皮子底下探听到内容，无异于是痴人说梦。既然这样，只能多用几次回堂来一次次试错想办法了。想要逃出他们的计划，只能先借丛将军的身份试一试。改头换面。 A 级天赋改头换面已启动。丛将军，你来的似乎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早了些。我出来并非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况且现在正是计划即将开始的时候，一切小心谨慎为上。种族人面虫族变异。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，那个时候有8境强者会跟随。计划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实施，你说会有8境强者随行？我们需要重新部署一番计划。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你说我们计划那天行动，强忍住，不能露馅。10天后，你不是丛将军，你是谁？11天后，你不是丛将军，你是谁？靠，这虫子警惕性还挺高。13天后，看来丛将军记性还是不错的。如果你不信任我，那我们也没有继续再聊下去的必要了。丛将军，不要生气嘛，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乃是上面布置下来的，为的就是彻底剿灭乾隆军团。哼，放心吧，那就好，我会给你安排好的。你
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敢骗我！下次见。人面虫和丛将军之间的计划已经大致了解清楚了，他们两个的目标乃是东部王牌潜龙军团。如果潜龙军团真的按照丛将军和人面虫的计划被浇灭了的话，绝对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。我应该怎么通知他们呢？直接去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，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。既然这样，只能找张老了。喂，你好，张老。是苏木啊。怎么了？我听小丁说你找我好像有很急的事情，是在东部战区遇到了什么麻烦吗？的确是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想要找张老您聊一聊。我想请您偷偷来东部战区一趟，最好不要让任何人发现。出了什么事情吗？很重要的事情，张老，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一次。既然你这样说了，3天之后我来找你，具体位置我再通知你。好的，张老。这3天不需要再次进行回档，先把实力提上去。50多枚虎元丹，50多副玄元熊血散，接下来就是用吸收加速这个天赋来吸收。总算突破到了2境精神力。强大的精神力不仅意味着我能够更好应对精神方面的攻击，最大的意义是可以进行更多次回档。以现在的精神力，已经足够支撑我回档几百次了。精神力突破完成，当前精神力进入2境武者前期。来到万族战场上，不过几天，我的实力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，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。姓名苏木，气血值916.38，1境武者巅峰，精神力1001.25，2境武者前期。张老，对不起了，我需要复制一下你的天赋。修炼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距离我和张老约定的时间还有12个小时时左右。A 级天赋改头换面维持中，伪装气息已提升至高境界威压模拟。苏木呢？想知道他的下落，就先杀了你是谁？张老，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犹豫。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啊，张老，您老人家下手也太快了。丁，你已被人族强者张浩杀死。复制成功，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生命之势。这就是9境强者的恐怖实力吗？我甚至话都还没说完就嘎了。SS 级天赋生命之势已记录完成。估计是因为我改头换面的时候给自己换了一波8境武者的气息，所以张老才会没有废话直接出手了吧？不过他老人家出手是真的快啊！生命之势，只要履行自己生命誓言的内容，我的修炼速度、武技威力等各个方面都会有10倍提升。履行生命誓言的内容会得到誓言数量最少乘以1倍，最多乘以10倍的提升。深蓝，你知道这个生命之势是如何判定的吗？主人，根据我的分析，这个倍数应该是和所发誓言的宏大与否和实现难度有关。所发誓言的宏大与否有关？若是主人您所发誓言越宏大，越难实现，那么所被判定的倍数自然也就越多。要不，待会儿去问问张老的意见。苏木，你来了。你呀，总是能够带给我惊喜。你这才刚上万场多久，居然就已经达到了1境巅峰，恐怕距离2境武者也只有1步之遥了吧？还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张老您。说吧，让你不惜以自己的性命和前途做担保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吧？这回将您叫到这里来，其实有2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，另一件事情是关于东部战区的。张老，您想先听哪一件？你小子还和我卖个关子，那就先听东部战区的事情吧。果然，张老会先听东部战区的事情，那就没有必要再犹豫了，把我听到的有关丛将军和人面虫的计划全部告诉他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头子我？张老，这件事情以我的力量定然是没办法改变一切的，消息也一定不会传上去，哪怕运气好真的传上去了，我人微言轻，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我这么一个小人物。我能够想到的唯一一个能够帮到我的人，就是张老您了。你小子还真是，你就不怕我也是人族叛徒吗？我相信您，
您要是叛徒的话，我特么就又要回党了。好一个相信！苏木啊，既然你如此信任我，那老头子我也信你一回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。那张老，我现在能够信任你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快就用上了，你觉得呢？张老，我觉得人族就算所有的人都不可信了，但是您也一定是可信的。嗯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接下来就是我要告诉您的另外一件事情了，关于我的事情。说说看，你小子现在还真勾起了老头子我的兴趣来了。之所以会这样说，张老，是因为我知道您的天赋是生命之势。不仅知道，我以生命起誓，化作我武道的助力。SS 级天赋生命之势启动。怎么？不可能！你的天赋是生命之势，或者说，我的其中一个天赋是生命之势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我的天赋是 EX 级天赋死后复制，在我死后，我能够复制杀死我的人的天赋，并且复活回到1个小时前。我将自己的天赋稍微修改了一下，告诉张老，万一别人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张老的口中获取到我的天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就在1个小时之前，我杀了你？张老，我用了点小手段。我以生命起誓，化作我武道的助力。我若以任何形式或者有任何想法，想要泄露有关苏木的天赋，便叫我当场命陨。张老，您这是……苏木，本来我只觉以你的天赋，未来定然是我人族未来的顶尖强者。但是现在我觉得，如果真的说有人可以拯救人族的话，那么那个人一定就是你。EX 级天赋应该是 SS 级以上的天赋吧？死后复制，这样的天赋注定了你的潜力将会是无限的，不仅有着可以无限试错的机会，而且还能够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无数天赋。苏木，你可知道为何我会选择离开万族战场，到人族后方担任龙津武道大学的校长？上万族战场斩杀万族毕竟是有限的，你是为了能够为人族培养出更多的强者，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原因罢了。据我了解，万族有一个强大到可怕的存在，他不常出现在万族战场上，没人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。只是从他出现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注定了无敌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。那陈斌这个拥有死亡回档的人，都绝望到叛变的那个人，那个存在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可以说，人族之所以能够在这50年内取得优势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沉睡。不过最多10年他就会苏醒，甚至不到10年，因为日记本中曾经提到过，陈斌在万族战场上遇到过他一次。苏木，如果说有人能够战胜他的话，这个人一定是你，因为他和你一样，你们2个身上都有着不止一种天赋。不止一种天赋？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未来的自己也这样说。莫非那个人的天赋也是复制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那个人是如何进行复制的呢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么那个人是如何获得多种天赋的呢？我只遇到过那个人1次，但是就是那1次，我的生命之势直接破了2次。若非是他苏醒的时间太短，而且他似乎对我们并没有杀心，恐怕那一次我就已经死了。张老可是9境强者，让他都感觉到绝望的人，到底可怕到了什么地步？在你踏入10境之前，如果遇到了他，不要犹豫，直接绕道躲避就可以了。以你的天赋来看，你想要从他的手中逃脱，应该还是不难的。的确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遇到那个人，绝对就是死得透透的份儿。不过，如果是死在那个人的手上，会怎么样？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想死在他手上的事情。你的天赋是 EX 级，而他的天赋想必也是 EX 级，同等级复制天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所以在有十足的把握和实力与其对抗之前，我不建议你有这种想法。知道了，长老。苏木，你现在有师门吗？没有，长老。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说你是我的学生。长老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加入您的师门吗？是也不是，我是教不了的，所以严格意义上我不算你的老师。但是入我师门之后，我会给你学校最丰厚的资源，对你来说有利无害。另外，
我也会宣称你是我的关门弟子，你也会少去不少的麻烦。谢谢老师。现在其实我还不知道该立什么样的誓言比较好。若是别的天赋，我还真没什么办法帮你。但是这生命之誓，好歹你老师我也算是用了大半辈子了，倒也可以给你一些指点。从1境武者开始，每提升1境，你都可以立一道生命之誓。如果你履行了誓言，那么你就会持续增幅。如果你没有履行誓言的内容，第一次破誓，你的增幅会减少1/2；第二次破誓，你这道生命之誓的增幅会彻底消失；第三次破誓就会死亡了。第1道生命之誓必须要足够宏大，足够艰难，这样就可以有增幅8到10倍的效果。而之后的每一道就在第1道的基础上再度立誓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加容易的达到增幅8到10倍的效果。不过这些想法也只是我根据前人和我自身的经历悟出来的，哪怕是我自己都没有试验过。原来这第1道生命之誓这么重要吗？第1道生命之誓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。我以生命起誓，化作我武道的助力。老师，是10倍。第1道生命之誓，10倍增幅确认。这种事情本不该由你来承担的。老师，您认识一个叫宁叶的人吗？没有听说过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老师，您小心这个人就可以了。还有老师，您知道有实力在8境武者左右，然后在剑道上的天赋尤其卓绝的人吗？还真有一个。宋家有个小子名叫宋天龙，他的剑道天赋就相当了不起，说起来还算是你们的学长。宋天龙，那老师，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之前听带他的老师说过，他在万族战场待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主动申请调回人族后方，担任某个安全区的夜行人总负责人了。一个个条件都对上了，就是他了。怎么了，小木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这个宋天龙很有可能是人族叛徒。小木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。你有确切的证据吗？老师，虽然我目前没有证据，但是您可知道，我身上有一个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，是来自何处？莫非是那宋家小子？具体原因很复杂，原谅我不能和老师你详说。行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。不过既然那宋家小子已经叛变人族，以他的身份，轻易应该是不会暴露的，而且所图谋之事恐怕也不小，暂时只能先关注他，日后再想办法把他给解决了。好的，听老师安排。接下来我和你说几件事情。有个人很快就要到了，你先复制他的天赋，然后我再带你去几个可以复制天赋的地方。不过我可能会没有记忆，需要你来告诉我。现在告诉我，待会儿来的那个人的天赋你复制了吗？还没有。你之前是怎么骗我杀你的？我懂了。A 级天赋改头换面启动，身份轮廓、气息、气血值伪装同步完成。你这个天赋倒是有意思，就算是我想要看出来都有些麻烦。说来我也有些奇怪，老师，这个天赋明明只是一个 A 级天赋。好了，现在你就先保持这个形象吧，老师陪你演一场戏，骗骗这个老家伙。老师，你这该死的人族叛徒，居然潜藏在附近，还偷袭我！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踏入东部战区半步。哼，老头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你敢！灵叶老鬼，快杀了他！居然能够把你打成这样，让本帅来会会他。你赶紧解决他呀！还在耍帅！知道了，我直接开大。获得 SSS 级天赋极夜天幕。我一开始还在想，长老要用什么方式帮自己复制天赋，现在想来，人生在世，全凭演技啊！这也得亏是长老他老人家亲自下场，若是换个人，恐怕还真未必会如此。SSS 级天赋极夜天幕，制造出一定范围的领域空间，领域空间范围会随着实力的提升而提升。领域级天赋，长老也太给力了！东部战区
3大统帅之一。林业老鬼，你终于来了。动静那么大，本帅想不发现也难吧？装你个头！老子这树一波形象容易不？少来！看到你顶着这张不会衰老的脸就来气，当初那枚果子应该是我吃的。我当时不是也不知道吗？少来！这件事情我记一辈子。你居然还收了个关门徒弟！林业老鬼，你要是送的礼物让我这关门徒弟满意的话，日后人多的时候我就不拆穿你了。此话当真？那是自然。我说过的话还有骗你的不成？你这话说的，你的弟子不就是我的弟子吗？苏木是吧？回头我带你去我的私人小金库啊，你看上什么随便拿。算你还有点长辈的风范。小木，我之前说带你去的那3个地方去过了没有？没有。林业老鬼，我不能在万族战场上待太久。方才的光芒是什么原因？想必你也清楚。我就和我弟子先走了。怎么我刚刚还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啊？是错觉吗？我要带你来的第一个地方，乃是一处名为吞天谷的地方。第2个地方则是蛮巨部落，第3个地方是天眼山。这几个地方出现强大天赋的几率会更高，距离万族核心越近，种族排名越靠前。到了，吞天谷。吞天蚁族最厉害的主要是他们的2个 SSS 级天赋。吞天实地和优化天赋，前者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提升气血值，至于后者一般出现在蚁后的身上，不过并不适合你。优化天赋吗？光是听这个名字，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。老师，这个地方太适合我了。你喜欢就好，那是你自己先来，还是我帮帮你，一路杀到合适的地方，再把你扔过去？老师，先让我自己先试试看吧。小木，靠你自己了。种族吞天蚁族，4进武者前期，天赋地级，疯狂撕咬，弱点恶部，攻击命中腋部区域，目标防御强度超出当前输出上限。再来，复制成功，地级天赋疯狂撕咬 ，C 级天赋10倍力量，10倍速度。老师，你带着我吧，下面全是4进5境，没法往里走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。为师来帮你。老师，把我丢过去吧。冰，你已被吞天蚁族杀死，复制成功，恭喜获得 B 级天赋精神穿透 ，A 级精神屏障 ，SS 级精神原力。既然已经带你去过了吞天谷，那么接下来我就应该带你前往蛮巨部落了。老师。这蛮巨部落，我记得本身觉醒的天赋却基本上都在 S 级以下，贤宝有 SS 级天赋，更不用说是 SS 级天赋。不错，蛮荒巨人族虽然本身觉醒的天赋等级普遍不高，而且大多还是力量、速度、体质强化方面的天赋，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强。哪怕是一些排名在他们前面的异族，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。而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和我们人族很相似，只要我们人族不主动招惹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攻击我们。之所以带你来这里，也正是和这些因素有关。那么他们的食物，老师，您的意思莫非是我们的目标是这些蛮荒巨人族的食物？聪明，蛮荒巨人本身的天赋并不值得你复制，但是蛮荒巨人族一向信奉越强大的食物能够带给他们越强大的力量，所以他们抓来的异族要么是本身实力强大，要么就是天赋比较强大。明白了，老师，我们现在进去吧。老师，我没看错吧？那个是闭眼玄蛟，这个种族和龙族那可是近亲啊！没想到居然也被蛮荒巨人族给抓了过来。我去，蛮荒巨人族是真的厉害啊！抓了这么多的暗影猎帽和大力猿族，这么强大的异族，不知道这些蛮荒巨人是怎么抓住他们的。开始。恭喜获得 S 级天赋暗影，恭喜获得 IS 级天赋蛮牛神力，恭喜获得 SS 级天赋万毒。这第3个地方名为天眼山，顾名思义，生活着天眼族的人。天眼族的天赋乃是 ISS 级天赋天道神童，号称可以看穿所有 SS 级天赋。你找起天赋起来，就可以筛选掉不必要天赋，而且天道神童还有诸多妙用。
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恭喜获得 SS 级天赋天道神童 ，SSS 级天赋天道神童。这个天赋复制的是真不愧，有了天道神童，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我看不出对方天赋的问题了。小木，我之前说带你去的那3个地方，去过了没有？都去过了，老师。你们师生2个打什么哑谜呢？哈哈，林业老鬼，这里有个大好的立功机会，你要是不要，不要。到了我这个地步还要立个屁股？况且你个张老鬼嘴里面还能够蹦出好事？小木获得了一个消息，来源你别管，绝对靠谱。有个叫丛云飞的家伙准备把你引走，然后趁着你不在的时候把潜龙军团覆灭。这个该死的丛云飞！啊！好了，张老鬼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处理的。还记得我之前在锣鼓和你说的那件事情吗？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。你们会死得很惨。我辈武者何惧生死？你真的觉得自从50年前那件事之后，异族已经逐渐有所收敛了吗？张老鬼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只是领业老鬼，你比我走得更高，一些事情应该比我更加清楚才是。这50年人族真的在战略上风吗？或许我们早就该醒来了。既然如此，丛云飞那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？将计就计呗。既然他们能够算计我们，我们自然也能够算计他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领业老鬼，我要和你提一下。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前探知到这个计划，苏木居功至重。我知道，回头我定然会将功勋给他算上的。若是计划成功的话，获得的功勋那可不得了。要不要弄个低调点的方式？不必了，苏木不会贪求额外的功勋，但是他应得的功勋一点也不能少。至于说功勋之外附带的名声也不能少，要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功绩。张老鬼，你这是要给你关门弟子提前铺路啊？不过这个铺路会不会有些太早了？木秀于功，风必摧之啊！我这个关门弟子，他更适合的就是锋芒毕露。一些时候，我是真摸不懂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么就按照你说的办吧。小木，准备一下吧，要不了多久，你的名字就会响彻整个东部战区喽。当年我要是和你一样弄到这么一个公鸡，那么想必应该能够好好出一次风头吧。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，我先送他回去了，你也早些回去吧。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除了了解一下自己在万族战场上获得那些天赋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提升一番自己的实力。隐私封锁启动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待在1境武者已经太久了，也是时候看一下2境武者的风景了。拥有吞天实地天赋之后，我的吸收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在离开训练营前，实力想要提升到3境巅峰都不是什么问题。气血值1286.75，2境武者前期。身份信息读取完成。你好，结算一下这些天的训练室的消耗。你是苏木？怎么了吗？是我租用的训练室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你真的是苏木？我的确叫苏木。是龙津武道大学天才训练营的那个苏木吗？如果天才训练营没有第2个叫苏木的，那么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了。太好了，不好意思哈，我有些太激动了。能不能请你帮我签个名？我是你的粉丝，我会为你保密的，求你给我签个名字好不好？苏木同学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这件衣服回头我就裱起来，放在我的床头，天天看。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就比如，我怎么就忽然成了你的偶像了？昨天，林业统帅带领高手识破了异族的阴谋，斩杀了人族叛徒丛云飞，顺利阻止了异族对于乾隆军团的计划。林业统帅他亲口承认，此战的最大功臣并非是他，而是你。是你冒着生命的危险探听了丛元峰和异族的全盘计划，这才让林业统帅能够将计就计，一举将异族歼灭。我哥哥就是乾隆兵团的，若不是偶像你的话，恐怕我哥哥就凶多吉少了。所以在听说了你的事迹之后，我就把你视作了我的偶像。这其实也没什么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先走了，还要去训练营报道。不得不说，我老师的这位朋友还真是说到做到啊。苏木，你牛逼！苏木，你就是我的偶像。苏木，怎么？我没服过什么人，不过你确实值得我佩服。像这种等级的情报，
若非是付出了九死一生的代价，是绝不可能弄来的。你确实很了不起，所以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距离我们之间的约斗没有多久了，希望你不要忘记。这家伙估计是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挫折，之所以他姐姐天天跟着他，估计也是从小当保姆当惯了。有这么个弟弟，想不操心都难。还是先回宿舍吧，还要准备明天的颁奖大会。长时间的修炼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每天除了修炼、战斗，就是死亡。只有偶尔休息、睡上一觉的时候，才能够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人，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这道铜斩不许尽属你一令。二等功秋寻。这个秋寻，早在我第一次来东部战区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名号，后来更是从他的身上获得了强大的 SS 级天赋寂灭之躯。对于他的强大，我也是深有体会的。一等功苏木在一次参加任务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人族叛徒和异族的勾结，并且冒死弄来了此次围剿乾隆计划的各个细节，为此更是身受重伤。若非领业统帅亲自出手助助，恐怕早已身死团消。此次围剿，苏木当属第一大功。现在有请林业统帅为苏木授予一等功，上士军衔，功勋10万点。不错，小子，回头结束了，来第二统帅局找本帅。你就是苏木吧？啊，我叫秋寻，乾隆军团护卫队长，叶巡小队队长。秋寻护卫队长，你好。不必这么客气，真是年轻啊，不愧是龙津武道大学的。之前我遇到了一个龙津武道大学的学生，也是了不得。如今又遇到你这么个更了不起的，有你们，人族才会越发强盛起来啊！秋寻少校过誉了，我也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能够在18岁达到2境中期，能够获取到异族那般重要的计划，这2件事情可不是运气好就能做到的。不要叫我秋寻少校了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比你的年纪大上不少，你便叫我一声秋大哥便可。秋大哥。秋寻脸色苍白，怕是使用寂灭之躯太多次，已经遭受到一些难以磨灭的损伤。就算是如今的我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处理方。不然，若是能够帮助秋寻这么一位人族天才，绝对是一件大好事。这次来找你，主要是为了亲口和你说声谢谢。若非是你，我们整个乾隆军团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邱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都是老毛病了。总之，不要和我客气，有事情尽管来找我。苏木上士，您来了。领业统帅已经在里面等您了。你小子的实力还真是突飞猛进啊！难怪张老贵对你如此看重啊！以后不用叫我林业统帅了，叫我叶叔就行。好的，叶叔。跟我来吧。那些都是 SS 级装备，那不是生长在龙族境地的真龙血果吗？叶叔，你这里居然还有奥龙战甲！你若是喜欢，直接拿走即可。这次带你来我的小金库，一方面是送你这个后辈一些见面礼，另一方面也是立下大功的士兵的嘉奖。这里面但凡是你看上的，都可以任意挑选3件带走。叶叔，你这也太大方了吧！不要跟我客气。你老师那小金库里面也有不少宝贝，你作为他的关门弟子，那些宝贝不留给你，留给谁？不过，你老师的小金库在人族后方，估计得等你回去之后。怎么，奥龙战甲你不要吗？有了这套战甲，就算是你老师出手，想要伤到你，都要花费不少功夫。你老师没有和你说过吗？只有活下去的天才，才是真正的天才。叶叔，我追求的是舍弃一切防御，达到极致的攻击。SSS 级的武器凝渊，握住它的一刻，我感觉生命力在缓慢流逝。此剑虽然威力惊人，但是每一次的攻击都是以自身的生命力为代价。可是，它应该也属于您这小金库里面最强的长剑了吧？不错，这把凝渊就送你了。不过你记住，这把凝渊
只能够作为你最后的杀器使用。此剑名为夜幕，也是 SS 级武器，一并给你吧。这2把剑算作一件东西，你可以再挑2件。好锋利，有意思。别，叶叔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宁渊可是 SS 级的武器，你小心点，别把宁渊给碰裂了。能让叶叔紧张成这样，这碎片来头不小。也亏得你小子能够找到它。这块碎片是我意外在万族战场上获得的，锋利程度甚至超越了我小金库里边所有的收藏，哪怕是9境武者不小心也会被它划伤。它的锋利程度更在宁轩之上。9境都能划开，这哪是什么碎片？这是刀祖宗吧？这块碎片的材料很稀奇，不仅锋利，而且坚硬异常。我曾经用一把 SS 级武器劈卡过它，结果 SS 级武器直接被砍断了，它却丝毫无伤。这东西放在我手中就显得有些食之无用，弃之可惜了，就被我丢到了小金库里面。叶叔，我就要这个了。叶叔，我感觉你比我老师要大方太多了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大方。至于你老师抠搜的很，我当年不过是吃了他一枚果子，他喋喋不休了几10年。你说这种人小气不？老师，对不住了，为了资源，弟子先昧一次良心。确实，老师这做法实在有失偏颇，我回头得好好和老师反映一下。说得好，难得你这么有觉悟。哎，小木啊，你不是还有一件东西没挑吗？再挑挑，再挑挑。要是喜欢的东西不止一件，也和叶叔说，都能送你。上钩了，叶叔，你是真的好哄。叶叔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要不把那件东西换一换？你想怎么换啊？最后一件东西我就不要了，但是我想在您的小金库修炼到我训练结束，在这期间用一下您小金库的资源，您看怎么样？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想用什么用什么，不用和叶叔我客气。叶叔，我消耗的资源可能会有点多，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尽管用吧。你一个2境武者能消耗多少资源？那叶叔我就不客气了哈。叶叔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第2式，不能乱立，必须接住第1式。我以生命起誓，这条路化作我武道走就助力。真龙血髓果，开始吧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还不够，我要在训练营结束前冲到更高。3境巅峰，9万多气血值，叶叔的小金库真抗吃。破了，4境精神力。手能拿精神力却碰不动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资料库为前所到神秘碎片对应信息：精神力牵引失败，神控术牵引失败。不好！没有痕迹，碎片呢？进我体内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感觉这神秘碎片钻进了我的身体，找不到了，不是掉了，是不见了。不对，这反应太快了，又来，这次不是回趟。这是什么河？没有源头，也没有尽头，这里不是现实。找到了，他不是攻击我，他是在回来。我是苏木，我不是。是什么地方？那条河又是什么？那个声音为什么会喊我的名字？时间之刃，时间之刃，这就是你的名字。
怎么可能？他听我的。回来，这墙万剑归宗都只能划痕，他直接穿过去了。好恐怖的威力！只要速度再快一点，9境也未必挡不住。如果你真和时间有关，那就跟我回去一次。不再移动空间，那就只剩一种可能。是了，难怪叫时间之刃，他跟回来了。以后每一次回档，他都会在。银色长河，孕育了时间之刃的银色长河，莫非是时间长河？如果那真是时间长河，那我每次回档，究竟是在逆流，还是被什么东西拉回去？你能划开时间，那能不能划开它？毫发无损，怎么可能？时间之刃都划不开，未来的我到底走到了哪一步？回来，差不多了，叶叔也该来了。叶叔，小木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先笑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我的大山呢？我那么高一组用天才地宝堆成的大山呢？叶叔，我之前说过的，我可能会多用一些。用多了一些，我堆了10座的天才地宝大山啊，直接少了3、4座，你这坏了！叶叔记得也太清楚了。好小子，挺能吃啊！跑晚了。有趣，有过短短的时间，你居然从2境中期提升到了3境巅峰，可怕，实在是可怕！18岁的3境巅峰武者，难怪张老鬼这么宝贝你。叶叔，你不怪我？不至于，本来也是我答应你的，只是没想到你小子还真能吃啊！不愧是叶叔你，就是大气。哼，那是自然。不过，若是1个月的时间，宗景赵境中期提升到3境巅峰，这个速度你堪称人族第1人了。难怪张老鬼和我说你会是人族的希望，还和我说你若是有什么实在想要的东西，就让我先给你，回头他再来替你还债。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别说你吃了我3、4座宝山，就算是你把我这些宝山全吃了，只要物尽其用，我也不会有半分多走。那叶叔，我不客气了。你小子好歹给我那几个弟子留点啊！叶叔，我还以为都给我呢。你小子和你老师一样坏，想踏入4境，再堆积气血值已经没用了。叶叔，我也就是和你开个玩笑。叶叔，您的恩情我一定记在心里。你小子有心就行，你好好修炼，尽快成长起来，为人族出一份力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一定会的，叶叔。好了，我带你出去吧。今天就是你们训练营结束的日子了。以你的成绩，第1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第1名，龙津武道大学身份，日记本下一页，终于到了。该看下一页了。能翻开，未来的我果然还留了东西。在这个时间点翻开，看来10年前的我，你果然很优秀。从我看到的无数个可能发生的结果来看，10年前的我，你应该已经进入了龙津武大了吧？那么你应该也遇到一个人了。正好我要说的第1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也是和他有关。姬清寒，一定要保护好姬清寒。姬清寒，因为他可能是你战胜那个人唯一的希望。要阻止人族灭亡，就必须要打败那个人，而要打败那个人，你就必须要保护好姬清寒。至于说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好姬清寒，相信你应该已经能够猜到一些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在看到姬清寒的时候，想必也用深蓝查看过姬清寒的天赋吧？而且结果一定是无法查看。在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，你恐怕会以为是我给天赋加了限制。其实不然，关于天赋、武技还有炼体术这些，我其实没加什么限制。我所加的限制，主要是在人上。你应该也发现了，深蓝的数据里面，你根本无法搜到某个人的事迹什么的，这便是我加的限制。因为目前来说，太早知道一些事情，对你并没有好处，因为那是他天赋自身的保护机制，在他的天赋完全觉醒之前是无法查看的。这一点不只是他，姬家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唯一的不同是，姬清寒又属于姬家人中最为特殊的一个。在这里，我简单为你介绍一下姬家这个家族。这个家族有一个传承的 SSS 级天赋。舍身修罗，这个天赋很有意思，它并非只有一个版本，最普遍的版本是舍弃自己的生命，
帮助他人提升实力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这个天赋绝对是涉及到了时间的，又是时间长河。而这个天赋同样也有着一巨大的限制，就是一旦发动天赋，发动者一定会死，而且是真正的死亡，仿佛被什么力量从时间长河中抹去一般的死亡。哪怕你回账到他使用的那一刻，你也无法找到他，因为他真的死了，死在了时间长河当中，就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，但是他却存在你们的记忆当中。这就是这个天赋最残酷的地方。有些时候我在思考，时间长河究竟是怎样的一条？它没有源头，没有尽头，一直在流动，仿佛每一个节点都是没有变化的。而拥有舍身修罗天赋的姬家人，在时间长河中又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？我不知道，哪怕现在的我也不知道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姬清寒的天赋就更加的特殊了，因为他的天赋和他的先祖一样，他的舍身修魔，等到彻底觉醒之后，可以将任一个等级的天赋再往上提升一个等级。没错，任意等级。那我的 EX 级也能再往上，也就是说，包括 EX 级。